This is an AI-generated video.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我使用 AI 生成的一个视频，原图是左边这一张图像，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网图，然后右边这个是 AI 生成的视频。如果我不说这是 AI 生成的话，你们能够看出来吗？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。This is an AI-generated video. 那本期视频的话呢，我就会教大家从零开始搭建一个这样强力的 AI。本期视频我们使用的代码是 LTX2，这个也是在1个星期之前才刚刚发布的新模型啊。这个模型它一发布，立刻就收到了2.4千，也就是2400个星星，说明这个模型真的是非常的强悍。然后我试了一下，它确实很不错，它在大幅度降低了显存使用的情况下，保障了这个视频的质量。我们这边再看一下官方发布的宣传片。The first truly open audio video model. 好，那么我们重点就看这个前半部分啊，因为前半部分这边它看起来是使用这个 AI 去生成的，效果虽然不能说非常的完美吧，因为我们仔细看这些细节啊什么的，你就会发现其实它这个手啊什么的还是会有一些小问题的。但是呢，整体来看，大部分的这个细节和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大体吧，都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所以这个模型是非常强的。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呢，我们就讲讲看怎么样去在本地部署。但是啊，我要先扫一下这个大家的兴致了，就是如果你想要部署的话，首先你需要一个16GB 显存或者是以上显存的电脑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显卡，你确实理论上用 CPU 也可以进行运行，但是这个速度呢，真的会慢到你怀疑人生啊，很可能一天都不一定能够跑完一次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一定需要一个显卡。然后需要良好的网络环境，那么我们这边会使用到这2个链接，当然其实只需要使用下面这一个了。我们去打开下面这一个链接，然后下载。这边其实已经说了，它这里是要求有显卡的，你可以有英伟达的显卡，也可以有这个 AMD 显卡都可以。那我这边是已经下载过一次了，所以说我这边就直接点击安装。安装路径建议就选默认就好了，因为不默认的话呢，容易出现 bug。然后我们稍微等着它安装一下。好，安装完成，运行。这个运行的话呢，有一些注意事项。首先，第一，语言选中文。这个 Comfy UI 它对中文的支持其实比较差，就算选了中文之后，很多地方也依然是英文。但是呢，没有办法，咱们只能够下一步了。然后这一边按照你的显卡去选择，我这边是英伟达的显卡，我就选了英伟达。然后呢，我建议不要选 CPU 啊，因为选 CPU 的话，真的会慢到你怀疑人生。这边的话呢，也是依然使用默认路径就好了。但是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的，就是这里。这边的话呢，我建议是使用这2个链接。第一个，我们要替换成 GitHub 的这个链接，替换成这一个。然后下面这里的话呢，我们要替换成这个 PYPI 官方的，而不要使用这个清华的镜像源。原因是因为啊，现在这个清华镜像源它的更新速度并没有那么快。如果你使用清华镜像的话，它会有一些旧版的这种包，就导致你会出 bug。所以说呢，这边我们一定要使用 PYPI 这个链接。然后这个 Torch 的话呢，我们也一样使用 PYPI 的链接，不需要使用这个 PyTorch 本身。好，这边我们输入完成，点击下一步，自动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就等着它安装就好了。这个安装需要花费的时间也是非常的久啊，咱们需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。好，这个安装快要成功了，咱们稍微期待一下。好像还没有太成功啊，还要稍微等一会儿。不过呢，没有关系，终于启动成功了。那么进来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许多的模板，这个模板有非常多啊，可以有图像生成、视频生成、音频生成、3D 模型生成，甚至还有大语言模型。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注意一个，就是这里如果标了 API 字样的话，就说明是需要登录之后才可以使用的，并且呢，大概率是收费的。我们可以把这里改一下，改成这个 Comfy UI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就全部都是一些免费的本地运行的模型了。然后我们进入视频这里，找到 LTX2 图生视频蒸馏版。如果你的显卡内存非常大，你可以使用原版；如果你显卡内存没有那么大，我建议就是使用蒸馏版。那么这边的话呢，我们需要下载一些参数，
这边点击下载就可以了，然后我们把它下载一下。整个下载的过程也是非常的久啊，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。好了，下载了1个多小时，我这边终于下载完了。那么我们进入之后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，先讲一讲这些东西啊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工作流。首先，这2个黑框它们是解释说明的文件，并且全是英文，咱们其实不用看它了。即使选到中文之后，这些也依然是英文啊，所以它对中文的支持真的非常的差。那么我们重点是看这些，这个就是工作流。就是第1步是从这里开始，然后呢流到第2步，然后再流到第3步，然后再流到第4步，这就是一个流。那么我个人作为程序员是不太喜欢这个工作流的，不过之后我们再讲。然后我们鼠标滚动之后可以放大，放大之后呢，先选择一个文件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图片。之后呢，我们在这里设置一些参数。我个人建议其他的这些参数我们都不要动，我们只修改这个宽度和高度就好了。然后我这边作为示范，我也就不去改它了。然后这边是它的一个提示词，这个提示词你可以改也可以不改，反正你就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写提示词，并且还可以写中文啊，它对中文的支持也还是不错的。然后我们传好图片，设置好宽度高度，然后写好提示词之后，我们点击运行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我之前试了好几次，我这个运行是不成功的。我们点控制台可以看到这个运行的效果，因为我的显卡只有12个 G， 是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模型的。可以看一下我这边的情况，我这边内存已经快爆掉了，然后大概就这个样子吧。我使用了一个显卡，但是内存已经快爆了，我的内存可能也不够大，所以说这个模型它真的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电脑才可以运行啊。然后我们先不等它去运行了，我们就看一下之前的那个效果吧。之前那个效果是我联网在线运行得出的结果，就是在 Hugging Face 上面运行的，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然后如果你自己在本地能成功运行的话呢，那么你应该是会最后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模型的，看到一个视频的，不是说模型，看到一个视频的。 This is an AI generated video. 好了，那么差不多讲这个生成视频方面的问题呢，我们先讲到这里。最后啊，再讲一个小彩蛋。页面文件太小，无法完成操作，这个就说明我的显存不够了，没有办法了啊。最后讲一个这个小彩蛋，就是如果你的电脑性能不太好，像我这样运行不了这个生成视频的模型，这也没有关系。这边会有很多其他的好玩的、有意思的模型，我们都可以去尝试一下。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一个呢，它就明显就小很多，只有4个 G 啊什么的。然后你的显存其实大概也只需要4个 G 就可以运行了。所以说这边的话呢，有很多有趣的模型都可以去尝试一下。那么本期视频这里就结束了，别忘记关注、转发、点个赞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